共研服愚人金技能介绍。这边来看一下愚人金技能介绍。首先是它的手厨铁镐是可以丢出去的，然后呢有一个高度限制，只能这么高。丢出去之后，如果命中墙体的话，会生成那个不稳定区域。相连的障物的话也会啊，比如说这张椅子，不稳定区的话就是那个紫圈。然后讲一下这个伤害的一个触发方式，比如说这边有紫圈的一个墙体，对不对？当镐子命中这个墙体时，会触发一次坍塌。当镐子从不稳定区的墙体拔出时，也会造成一次坍塌。这个坍塌的伤害的话是一次炸弹的伤害。然后就是这个不稳定区域的话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持续时间最多的话是30秒。但是如果是用那个石头生成的那种不稳定区的话，持续时间是50秒。另外需要注意就是这个石头的话有个圈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个圈内的话是不会有伤害的，就是石头的圈内不会有伤害，只有这个紫圈内才会有伤害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那个长按的话是有一个指示线的。另外不一定是要那个墙体啊，像那种障物的话也会生成不稳定区域。然后就大家比较好奇的那个，假设说这两个地方是不是连通的，我们命中这个地方只会在这片生成那个不稳定区域。那如果板子放下来的话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板子放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生成一片不稳定区域，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个板子放下来了，但是还是不连通的。像这种树的话也会生成那种不稳定区啊。比较难看懂就是我们这边丢出去之后，可以看到它生成的那个不稳定区只有右侧，左边的话竟然没有那个生成。虽然说这表面上好像是相连的，有点奇怪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楼位置这里，我们丢出去之后呢，可以看到不单单只有右侧，左侧这边也有那个不稳定区的一个范围啊，有点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1楼就不行，2楼就可以。然后地下室的话也是可以生成那种不稳定区的墙体的，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范围，类似于歌剧演那种隐喻。那如果说我们命中1楼的墙体的话，那2楼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1楼命中了，但是2楼的话是不会有那种不稳定隐喻的，也就是说它们两个是独立开来的。然后这边我们命中那个楼梯外面的扶手，它是会生成那种不稳定的区域。如果命中那个地板的话是不会生成那个不稳定区域的。但是收回镐子的话可以减少3秒的一个冷却时间。楼梯这边的话就有点奇怪，我们这边丢出去之后呢就可以生成那个不稳定区域，但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，有时候我们丢出去之后是生成不了的。然后这边我们来讲一下监管者的临接技能，也就是那个位移，它可以朝外面丢出那个镐子，这一眼距离的话是41米，然后如果超出那个60米，跟镐子之间超出60米的话，这个镐子会自动收回，可以主动收回，或者是说跟镐子距离超过60米的话会主动收回。然后我们丢出去之后呢，是可以朝那个镐子进行位移的。最远的位移技能，最远的位移距离的话就是60米，就是你的镐子有多远你就能位移多远，但是不能超出60米。然后就是期间如果有那个掩体的话，比如说有障碍物遮挡，我们会被那个中断，然后中断完之后呢会收回镐子。这个镐子的话它不是一个直线的，它是有一个抛物线，可以越过那个障碍物，但是不能太高，太高的话就不行。然后是如果中间有那个求生者模型的话，它是可以无视掉的。
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冒险家，但是我们可以那个无视它，不会因为求生者模型而中断。然后这边来讲一下监管者出了一阶技能之后的一个石头，这个石头技能的话可以激活一定范围的不稳定区域，比如说激活了这3个地方。求生者如果说是在不稳定区的话，是会有那个伤害的，会造成伤害。但是如果说是在这个不是在那个里面的话，比如说这个圈内，在石头的圈内，但是不在这不稳定区，是不会有伤害的。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石头的话，它的一个冷却时间是25秒，持续时间是30秒，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放2块石头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生成一片不稳定区，这个石头的话还有一个特性啊，就是说我们假设说引发一次坍塌，我们这边把这个拔出来，引发一次坍塌，那么这个石头激活的不稳定区也会引发一次坍塌。我们再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也就正常来说可以激活2次。然后这个石头的话，最多可以丢到60米开外。然后解答一下粉丝一个问题啊，假设说我们用这个石头激活了一个范围的那个不稳定区，如果说我们用这个镐子命中墙体的话，会不会造成一个瞬发的2次伤害呢？比如说这边拔出来一次坍塌，然后石头引发了一次坍塌，会不会造成半血伤害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只造成了1次伤害，只造成了1次炸弹伤害。最后再讲一下监管者的2阶技能一触即发，这个需要蓄力3秒，蓄力3秒之后丢出去了镐子。这个墙体的话是没有不稳定区的，然后我们命中之后呢，会瞬发的引发1次坍塌，对身处其中求生者造成1次炸弹伤害。那我们如果说用那个石头激活不稳定区，然后用这个蓄力重击呢，会怎么样子？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蓄力重击丢出去，只能造成1次坍塌伤害。然后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能不能打断求生者的一个交互动作。好像是不行的。以上的话就是这个监管者的一个大概技能介绍，然后后面的话会有这个监管者的一个实战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